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4月8日星期五，欢迎走进一波新闻热点。加国将禁止外国买家，遏制飙升的房产市场。加拿大2年内将暂停大多数外国买家在该国购买房屋，作为联邦计划的一部分，以控制过于炙热的房产市场。周四在渥太华下议院提交联邦预算时，财政部长 Chrystia Freeland 宣布了这项新措施，作为少数党自由党政府试图解决该国负担能力危机的一部分。公布的预算提案还将包括其他计划，如为新建低收入住房预留数十亿加元，并为首次购房者提供免税储蓄账户。所有这些都是政府制定的总体目标的一部分，希望它能让更多的加拿大人拥有自己的居所。这在整个 COVID 大流行期间变得更加难以实现，房屋平均价格在过去1年中飙升了20%。尽管负担能力危机多年来一直是北美国家的一个持续问题，但今年2月，全国平均房价达到了创纪录的816720加元，这一数字是大多数居民家庭收入的9倍多。新宣布的预算计划新增了另一项规则，该规则将对获得房屋所有权12个月内出售房屋的人征收更高的税。这项为期2年的禁令将对外国劳工、学生或加拿大永久居民实行豁免。加拿大并不是第一个试图通过禁止外国买家来为过于炙热的房地产市场降温的国家。2018年，新西兰禁止大多数外国人购买该国的房产。与加拿大类似，这项禁令也有例外，包括外国人仍然可以被允许对新开发项目或公寓楼进行限制性投资。锅上不再有盖子 ，COVID 病例急剧上升。就在您可能觉得大流行已经结束的时候，根据调查数据和健康专家在2年多的跟踪后，在这里提醒您，事实并非如此。在渥太华废水中发现的冠状病毒数量继续攀升，这是目前衡量 COVID 传播的最准确方法，并每天创下更多纪录，远远超过1月份 Omicron 最初的最高峰值。住院治疗、检测阳性和疫情等关键数字也在上升。渥太华大学病毒学专家兼教授厄尔布朗说，现在有点令人担忧，因为上升趋势比预期的要高，大流行绝对没有结束，希望这些感染不会太严重。许多卫生官员预测，随着3月份限制的解除和 Omicron BA.2 亚变种的加速，传播会增加。专家表示，人们担心的是，不断增加的 COVID 病例是否会使医院不堪重负。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会发生。虽然住院率仍然相对较低，但滞后于感染率。整个大流行期间的数据表明，渥太华的住院治疗在废水水平触及最高1周后达到峰值，但这一情况目前尚未发生。渥太华 COVID 废水项目的联合首席调查员 Tyson Graber 表示，废水中创纪录的 COVID 数量并不一定意味着有更多的人被感染。他说，很难将废水数据等同于病例数，因为该模式会发生变化或将在变体之间产生改变。尽管如此，缺乏公共卫生限制加上 COVID 感染病例上升，将仍然令人担忧。我认为人们肯定担心它可能会走高。锅上真的没有盖子了。联合国3月份食品价格飙升至历史新高。路透社联合国粮食机构周五表示，由于乌克兰战争导致主食谷物和食用油市场动荡，世界粮食价格在3月份跃升至历史新高。追踪全球交易量最大的食品和商品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食品价格指数，上个月平均为159.3，而2月份则上调了141.4。2月份前为140.7。这在当时是创纪录的。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通过黑海出口小麦、玉米、大麦和葵花籽油的主要出口国。莫斯科对其邻国为期6周的入侵，使乌克兰的出口停滞不前。粮农组织上个月警告说，由于乌克兰的冲突，粮食和饲料价格可能上涨20%，
引发全球人口营养不良率的飙升。该机构还将其对2022年世界小麦产量的估计从上个月的7.9亿吨下调至7.84亿吨，因为它考虑到了乌克兰至少20%的冬季作物种植土地无法收获的可能性。它下调了对2021年至2022年销售年度全球谷物贸易的预测，因为黑海出口的中断仅有部分被印度、欧盟、阿根廷和美国的出口增加所抵消。加密货币使银行面临大问题。ARK Invest 方舟基金首席执行官 Cathie Wood 表示，投资者对分散金融的兴趣程度可能会威胁到传统银行业。加密货币最初是为了避开传统的机构而创建的，银行可能最终会感到行业的垄断地位被打乱了。Wood 木头姐以其高风险高回报策略而闻名，他周四告诉 CNBC 的加密世界节目，投资者对去中心化或分散式金融应用程序的兴趣量可能会威胁到传统银行业。他说，在去中心化的贷款方面出现了份额转变。木头姐在迈阿密举行的比特币2022会议上说，银行有一个大问题，其正在面临人才流失到加密货币中，因此他们不得不提高工资以吸引人才，并且正在失去去中心化的业务。贷款和储蓄现在很多都在去中心化。去中心化金融是各种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总称，这些产品和服务是点对点的，建立在区块链上，并消除了对历史上提供这些服务访问的传统机构的需求。木头姐说，政治机构是建制派的另一部分，他们开始以更积极的方式回应加密货币。他指出，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的立场发生了转变，他此前曾对加密货币表示担忧，不愿接受其潜在的环境问题和非法活动的风险。ARK 是第一家在2015年9月接触比特币的公共资产管理公司。木头姐表示，该公司仍认为比特币的价格将在2030年之前攀升至100万美元。谢谢各位的收看，一波帮助全球华人及时追踪世界各地的新闻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订阅和分享。下期不见不散哦。